多涂点。是唇膏涂那么多干嘛？跟吃过猪油似的。我的妈呀！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小韩姐是一名战地记者，你这衣服在她面前就一个字：俗气。玩小清新的是吧？马劲儿说什么来着？要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是什么？要非常自然的大气。那我也没衣服穿了呀。哎，等等，就他，就一普通职业装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？你相不相信我？我信。虽然小韩姐是个战地记者，我非常崇拜她，但是嫂子你呢，是30多岁就崭露头角的美女律师，是刚刚上过新闻头条启明商标案的负责人，是事务所的大红人，我哥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决定对小韩姐忍痛割爱，全力支持嫂子你。干嘛？讨厌！哎去。小韩姐，好呀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江一凡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姨也来了，是我们那个路过，顺便看看。坐吧，小丫也坐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妈给你做这个大排骨汤，来，谢谢阿姨。别客气。啊，小韩，这个补品跟花是我跟妈特意给你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百合花，对啊，最喜欢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喜欢就行，送人礼物嘛，最怕不得人心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快坐吧。啊。你的衣服真好看，特别显气质，不像我，每天穿的男人装到处跑，也不顾及什么形象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气质。腿怎么伤的？跟国外的记者一起拍自由军，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有一名记者就不幸被击中了。啊，记者也打呀？已经有20几名记者遇难了。其实现在舆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，记者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不管我们站在哪一方，都有可能被攻击。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执行拍摄，双方打起来了，我们就拼命地跑，四处逃窜。就在这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他就倒在我的面前，我就过去抱住他，他身上的血拼命地往外涌，我就帮他往回摁，可是再怎么摁都无济于事，身上、手上全是他的鲜血。就这样，他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这时候，子弹就在我耳边飞过去，光照得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就拼命地跑，在装甲车之间来回的穿梭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的腰，我就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其实我还挺庆幸的，庆幸我还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
听说你是一名律师，刚接了一个经济案。是。小案子，跟你的经历没法比。对，没法比。来，先喝杯水压压惊来。看你这副死德行，才多大的打击你就受不住了？赶紧振作起来，将你的正式范儿贯彻到底。我也想啊，你们都没听到，小韩说那些事儿的时候，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，说的怎么跟死神擦身而过，感觉就是肚子饿了，到楼下去买一包方便面。我都觉得我白活了。等他一问我的案子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故意的他，你也是，你还服他呀？不是服不服的事儿，现在问题在于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我都会爱上他。对，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也会爱上他的。嫂子，我觉得你这回彻底被他拿住了。王小阳，你站哪边的啊？江律师，看着我，别再消沉下去了，冷静点儿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不过说句公道话啊，小韩确实挺有魅力的，谁跟他比都得自卑。我们就是比他平凡，可是谁说平凡就不美啊？可是我觉得吧，人家小韩姐还真的挺……王小阳，你诚心的是不是？我多句公道话也不行啊。嫂子，依我对小韩姐的了解，我觉得她对我哥肯定还有意思。所以呢，你面对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你应该做好长期的战斗准备。可现在我真是连斗志都没了。是你自己下决心要回去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对，正式范儿。喂，验收？惊喜就不用了，你只要不给我惊吓就行了。好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验收什么呀？你们仨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见证一下惊吓？雨明今天忙，我过来代班。好几天没见你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能不来呢？大记者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。没吓着你吧？刚开始是有一点儿，后来我一想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有你的故事，扫大街的有扫大街的故事。头2年我接过一个案子，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在路上捡了一钱包，当他还给失主的时候，那失主非说是他偷了他的钱。我打完官司送老大爷回家，发现他家里还养了8个他从路上捡来的孩子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事吧，得细想，平凡人其实也有他的伟大，就看你怎么去想了。温度差不多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律师。不客气，蒋大记者。我也想让你快点好起来，回到你的新闻行业。我还等着看你的新闻报道呢。那你还是别想了。我跟雨明说过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他没跟你说呀？我们俩没秘密。其实事情也就这样。当你开着车路过一个车位，没停，奔向别的地方去了。但你突然回过头来，又想停到这个车位的时候，发现这车位上已经有车了，那你总不能让警察把这车给拖走吧？你说的也不全对。这个车位在 N 年前我都已经预约了，
这些年，在我的概念里，他一直都是我的。现在回来，看那儿已经停上车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短时间内还真是转不过这个弯来。那你这个算是给我挑明了。嗯，也好，简单直接，谁也不啰嗦。看来咱俩个性还挺像的。也不全像。我怕你喝汤喝腻了，给你弄了一点糖醋排骨。就算你再转不过弯儿，饭总还得照吃吧。哎，老婆，正好那个妈呀炖了一锅那个汤，要不咱俩一块儿给你姐呢带点过去？正好周末了，咱带着你姐跟那个小莫，咱出去玩一天去。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让我先别过去，让姐先一个人安静待几天。那行吧，那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正常呗。我怎么觉得他现在这样反而不正常呢？是啊，你说他最后也就闹了这么一下，前面也没见他哭，没见他发泄过，也就上回我去找他，他哭了一会儿，自己又给忍回去了。我真想让他好好哭出来。慢慢来吧。哎，你要不让妈把多出来的分一份出来，我给小韩送过去啊。哦，哎，正好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呀？那个，要不小韩那儿啊，你别老跑了。公司不是招了一批新人吗？挺负责的。我现在啊，没那么忙了啊。你是不放心我去呢，还是嫌弃我照顾不合适啊？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个你多好啊，是吧？你心大心宽，体又不胖。我不是说嫌弃你，我是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没事儿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夫妻同心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去就好。不，你主要是那个你爸、你姐、小莫那儿呢，都得有人照应着。你们家现在也是非常时期。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去？那你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心掏了给你看看，好吗？不要，小韩都给我挑明了。跟你挑明什么了？就上回给他送饭啊，他跟我说你这边的车位他都已经预约了，我这后来得抢了他的位子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回答的呀？我能怎么回答呀？我跟他唇枪舌剑啊，他不是病人吗？我得让着他点。对，我觉得你做的太对了，真的啊。还有啊，千万别因为他惹你生气了啊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让他生气啊。放心吧，反正有我就行了，就不用去了。啊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我得跟着。那成，那今天咱俩就一块儿去啊。正好不是前2天做一检查吗？今天报告也该出来了，我跟妈说一声啊。嘿，怎么样？啊，医生说呀，骨骼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不用戴护具了。你看看，神经也在慢慢恢复呢，太神奇了。挺神奇的哈。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吧，去老地方吃个饭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再说了，我都好久没出门了，都快闷死了。这是我得去问一下大夫。我去问吧。
车，你能帮我进去吗？可以吗，王太太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台阶儿，轮椅都上不去，抱进去呗。啊！慢点！哎，好嘞，来，我给你往前挪挪啊！哎，你们来了。老板。哎，老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个受了点小伤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结婚了吗？雨明结婚了，小韩还没有。哦。老板，点菜。好。老3样。来一个香里腊肉、宫保鸡丁，还有双椒鱼头。哎呦，双椒鱼头你吃不了吧？这太辣了。我给你点的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吃什么都行。没关系的，再来2碗米饭，我半碗，你1碗半。再来2杯冰的酸梅汤，我把我的冰都给你。啊。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哎，别！那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，所以都习惯了。没事儿。你想吃什么？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，那就再来个凉菜。泡椒凤爪，老板就这样去吧。哦，好的，马上打。泡椒凤爪，这百爪挠心的，够酸的呀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吃。你是病人，你吃不了。好久没出来了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，挺好的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，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。你们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马静，听我吐槽。我一点一泡椒凤爪，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？哟，百爪挠心啊，够酸的呀！哎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百爪挠心？这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什么说我心里去了？他就这样，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。你可千万不能爆发，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，正吃饭的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说这种人真是太难对付了，老扎着我，我还没法回我。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好不好？刚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他跟王宇明以前那点事儿，以前吃什么菜。还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？哎，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他走什么呀？还不是他王宇明抱着他呀？那你们家老王呢？他怎么不拒绝呀？你别跟我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下来了。我得大度，我得给他阳光。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？就当是成长了，你就先这么虚伪着就自我催眠了，到时候就真大气了。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忙吗？你赶紧发动外援啊！什么呀？听不明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火直往头上拱，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女人啊，一上火智商就直线下低了。你让那个杨小宝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！对啊。你给小北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了，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，还得微笑，虚伪一下是吗？成长，淡定啊！医生嘱咐你的话呢，你一定得记住了，知道吗？像那种双椒鱼头这么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，不容易康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哎，
哟，都吃差不多了，要不叫老板买单吧？别，你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张律师，哎，你今天忙吗？我最近都不怎么忙。你看今天这饭吃的，你也没吃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话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让雨明陪我吧。哎呦，我呀，可以啊。我都觉得挺尴尬的，你不觉得呀？稍等稍等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死循环？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啊，等我马上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去吧，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啊刚起步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我要不回去吧，这仨都得抓了瞎啊。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再解释就没意思了。让老板买单。哎，来了。多少钱啊？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啊，160，160。哎，怎么样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啊，行，怎么样？这菜还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？我也没吃着。那下次有空你们俩，你们仨下次有空再来啊！一定，刚好啊。好，刚好啊。那是干嘛呀？还要人家开口啊？那个，我先上班去了啊，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啊。赶紧去吧。啊，小韩，康复这事儿别着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干嘛？非要撵我走，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啊，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！你在这儿，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你也别跟我犟了，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跟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没事吧，小韩？你没事吧，小韩？医生，医生！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
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你能舒服吗？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，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，那我看看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，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，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他没来找过我，也没给我打过电话。那要不要一块儿找找去？我怕他到时候见到我，他会更生气。一面，哎，跟依林的事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今后小莫和依林还得靠你们多照顾。姐夫，谢谢你们了。就是那天过生日那事儿啊，你也别想多了。等那事过去之后，我再约你纪念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如果找到他，给我发个短信。哎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想起我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。那时候特别崇拜我姐，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给新生致辞，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。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，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，觉得她特大方、特漂亮。那时候林伟啊，就站我旁边。那时候他看他的眼神，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，就是下辈子他也不会放手。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？你说，我姐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，就等于选择了一种命运？一凡，我觉得你应该现在想一想，你姐还会去哪儿？我姐不是那种断了还留着念想的人，所以她一定不会再去他们两个曾经去过的地方。有一地儿，好久没去过了。刚才小韩啊来电话了，说呢让你别往心里去，今天这事儿呢
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。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，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，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小韩啊，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来看他。他爸妈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他也不愿意别人啊知道这件事儿。他5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离婚了，他呢就没人管了。奶奶呢，就把他接走给带大了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带着他呢，又都不太方便。奶奶去世以后啊，他就更没人去关心他了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你说他现在这样哈，无依无靠的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呢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我都不管他了，他不是就更没信心，更郁闷了吗？所以我不管小韩之前怎么跟我闹，我都没说不管他，就是想呢让他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信心。你看啊，要是站在一个普通朋友角度来看，你也不希望你老公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呀，啊！但是道理我都懂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庭，那我也得考虑你的感受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我想呢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到时候跟小韩呢，好好的说一说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头磕哪儿了？你给我看看呗。就是，哎呦，疼，我起大包了都。哎呀，那我抱你一个啊，别生气了啊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有点儿，这护具啊，又重新戴上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昨天是我坚持要走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夫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他说，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你们别骗我了。干嘛那么悲观？脚不都能动了吗？嘿，你这真心话还是假慈悲啊？你要认为这是真心话，那就是真心话；你要非认为这是假慈悲，好歹也是慈悲嘛。骨头汤。
下回不想喝骨头汤了，真的喝腻了。行行行，你现在是老佛爷。哼。一凡，一凡，哎，爸，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来帮你姐呀取点药。哦，你先别管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谁住院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雨明跟我说了，说你们已经和好了。既然和好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你这叫好好过呀？我再好好过日子。你在什么好好过呀？再者说了，谁听说过现任妻子去照顾自己老公前任女朋友的呀？啊？你是不是担心你姐，又担心你爸爸，才这么委曲求全的在人家家里过日子呀？你想的有点太多了吧？你还笑得出来？我都想替你哭。实在不行啊，你也跟我回家来住，爸爸还照顾得了你们。你不能够为了你姐，为了我，就在人家家里憋屈着过日子呀。我没憋屈啊，雨明现在特别好，真的，他特别好。再说你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呀。你结婚过婚姻生活，不就是遇到问题就得去解决吗？我这要跟你回去了，那不就是最差的一种解决方式吗？再说妈临走之前，不也是希望我们能幸福吗？你都知道了？对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哎呀，反正我就知道了。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好吗？好不好都在我自己。爸，您呢就别操这个心了，回去照顾好姐就行。是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爸爸能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。再者说了，爸爸不是万能的。是啊，你看你白头发又变多了，所以别操这心了，真的。哎，聪明姐现在对你怎么样啊？还去买那些保健品吗？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哈哈，你别问这个，赶紧跟姐送药去吧，等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好吧。他午饭喝腻了吗？然后给他倒枸杞汤。对啊，今天外面风是挺大的。放心吧，没淋湿。老公，那我到了，我先进去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拜拜。我来了。最近这天儿特别奇怪，雨说下就下，下来还停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你啊？没事，风湿老毛病。你都这样了还没事？我去给你把医生叫过来吧，这我也不敢碰他。我这是旧伤，很多年以前受的旧伤，一下雨就痛。哎呦，等太阳出来就好了。哎，一凡啊，你上那个雨生微博，看看他还要待几天呀？让他赶紧去非洲大沙漠去。哟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。哎，我知道有一款膏药治风湿，好像挺好的，要不我给你弄2片，你试试。哎，你别透了，现在腰上这东西还没切下来呢。也是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有什么喜欢的可以试探一下。好的。哎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好。喂，一凡。哎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能治风湿骨痛的？那得贴膏药吧？膏药不行，他现在腰上贴不了，身上带着护具呢。哦，要这样的话，那就应该得热敷。哎，最简单的办法，你呀就弄一个热水袋，你就不停地给它换热水，一直要敷下去，这样应该就能起到缓解的作用，好吗？哎，好，你先试试吧。哎，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看一下床跟床垫都有。好，我们这边是专业做床和床垫的。哦，床垫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这可以试试吗？可以试看看啊，可以感受一下。这还行吧，烫就说啊。你夜不归宿，王玉明同意吗？不同意也得同意啊。我姐都说了，你这种情况到晚上会更疼。
还不来了？他忙着呢。你回去吧。回去，你腿就不疼了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就想让你快点好起来呗。没见过对情敌这么好的。你是假装的呢，还是真不讨厌我？说实话，之前跟你斗，就没想过要讨厌你。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手下留情。那也得等你站起来再说呀。我能站起来。行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知道。你知道我的旧伤是怎么来的吗？现在先别说这个了吧，赶紧睡吧。我爸妈离婚之前吵得特别厉害，抱起电视就砸，结果就砸我腰上了。后来他们就离了，把我送我奶奶家，我就开始做各种不靠谱的事儿，打架、砸窗户，我都干过，就是想让他们注意到我。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新家，只知道骂，后来骂都懒得骂了，见都不见我，那我就更疯了。倒不是还想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刺激，让我忘了我有多恨他。慢慢的，我也就喜欢上了这种活法。接着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还以为你不想听，走了呢。听着呢，说吧。我没什么朋友，他们都怕我，就王玉明不怕。我奶奶去世以后，我就只有他了。我想跟他结婚，可是，一想到我爸妈，我就对家特别惧怕，甚至有些厌恶。我想，那我们就跑吧，去过另外一种跟家没有关系的生活。结果我们还是没能在一起。直到这次受伤被救出来之前，昏迷了半天，我以为我死了。我看见了我奶奶，我奶奶跟我说，看活着多幸运呀！如果这次你能活下来，你就别再怕，也别再恨，回去跟雨明好好过日子。如果再不好好过，怕是以后也没机会了。这次受伤回来，他一直往医院跑，被人照顾久了，忽然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彪悍了。我就是个普通女人，我身边需要这样一个人，这个人没有谁比王玉明更合适。开始讨厌我了吧？太不知恩图报了。不会，我很理解你啊。你别同情我了，没用。就算有用，我也不会同情你的。
紧睡吧。几点了？嗯？老公，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小韩吧。怎么了？昨天他说那些事儿，我听着心里特别难受。突然间，我就特别理解你当时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去照顾他了。干嘛？有人理解你，你还不高兴啊？我在想啊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不能成为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你们在这儿住着，我还能帮你们啊做饭吃呢。您怎么又把我当小孩呢？饭我还不会做啊，放心。你自己的生活，回去要好好的设计设计。小莫呢，就先留给我。小莫愿意不愿意住在外公这儿啊？愿意，我要和外公下棋。嘿，妈妈就不能陪你下棋了。妈，你就让我住在这边吧。你是不是已经跟外公偷偷摸摸都已经商量好了？嗯。嘿嘿。行，让你留在外公这儿，听话啊。嗯。来，快进来，来看看。依琳姐，你怎么那么快就搬回来了？我都在我爸那儿住了半个多月了，再住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怎么样？跟那不一样呢？行吗？现在这个好，真的行吗？啊，真行啊，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原来这家都是听别人的，现在不是自己能说了算了吗？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挺担心我的，我挺好的，都已经想通了。放心，我以后会带着小莫，把日子越过越好的。行，姐，你要能这么想啊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觉得依琳姐说的特别好。这女人啊，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，都得为自己着想才行。哟，你这没结过婚的人，怎么说出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呀？依琳姐，我们可等着你介绍呢啊！现在已经晚了。说实话，我已经打算干回老本行了。好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这好像是不一样了。哎，这以前是什么颜色的？浅色。浅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你别当着他的面呢。想什么呢？我又受刺激了吧？我在想，那小莫都已经这么大了，我姐还得操心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儿。这叫缘分没到啊！
有更好的呢等着你姐呢。你姐啊，就是太强势了，心大，气场太强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就那天，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她了吧？都以为她想不开了吧？结果人家嘿，比咱还欢实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别多想啊，没什么意思，没有那种说看热闹嫌这事儿不够大的意思。夸你姐呢，觉得你姐呀自信、坚强。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叫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。哎呦，哎疼！你说？哎，不说了。那个，徐娘不老，哎不行，哎呦，这怎么还真掐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属于典型的闹着玩下死手，你知道吗？疼死我了！活该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姐以前能量比这还大，现在才恢复一半呢。啊，这事儿我信。所以说，女人离婚也就这么回事儿，对吧？这就是女人离婚以后逆袭的典范。看着吧，我姐这才刚开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得提醒你一声，别谁出点什么事儿就往自己身上摊，对号入座。姐妹也好，闺蜜也罢，你得正确引导啊，只能劝好，不能盲目崇拜，知道吗？王先生，反正以后呢，你要是敢对我不好，就想想我姐夫吧。盼点好，行不行？哼，不许斗啊！啊，这事儿能随便斗吗？啊，什么叫离婚了就这样啊？啊，这话不能随便说，知不知道？哎，行了啊，打住啊！哼。干嘛呢？别瞎动。芙蓉花园小区，长沙的。哎，这名字够土的啊，是不是老小区啊？郑钦，哎，帮我出一张那个去长沙的机票。哦，好嘞。啊。你要去长沙啊？哎，一凡他们要是问呢，我干嘛去，你就说呢，我出差去联系一下那个医院的客户，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啊。老板娘，哎，依琳姐来了，哎，跟你聊两句。来坐。这么严肃，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我是来找你辞职的。小丽，哎，你去给我沏2杯咖啡。为什么呀？我一直对你挺好的。时间你最自由，提成你最高。那你还这么不厚道？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想回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去上班了。真的？哎呀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还真拦不住你呀。在我们这上班确实有点浪费了。不过啊，你走之前，你得把你手头那资源给我交割了，尤其是大客户，特别是那个韩志杰。你瞧你，就惦记你那点资源。那当然，对你有好处。你的婚事啊，包我身上。哎呦，不用，我的事儿不用您操心，不用。那倒也是，冲你现在的条件呢，那不出2月，排队的人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吧，我就是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想，就想带着我儿子好好把日子过好。行，以后有时间了你就常回来看看啊。放心，真有点舍不得你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想跟你请个假。听这语气不像是好事儿啊。
好事儿啊，肯定是好事儿。我那医院的项目啊谈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呢得赶紧出趟差，然后呢把那项目的具体细节跟人家定一下啊。哦，没听懂。去几天啊？去2天，如果顺利的话啊，没准那个明天晚上就能回来了。哪儿啊去？常熟，对，常熟啊。行，去吧去吧，吞吞吐吐那样，搞得跟妻管严似的，我有那么凶吗？当然没有了，老婆，你啊，你最通情达理是吧？我都背下来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好嘞，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大闸蟹啊。常熟。这长沙有大闸蟹。带手，快！三连队再次把球转移到了左路，球又好。哎，刘仁，哎呀，我这直播这马上就赢球了。连续剧呢，连续剧我就得连着看。不是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，凡，吃饭了吗？啊，吃过回来的。哦，雨明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他去那个什么常熟出差去了，还说回来给你们带大闸蟹。真的？对，他们公司还真是挺有起色的哈。怎么了？别理他。哎，妈还想问你呢。你姐和你爸那边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了，我姐已经回自己家住去了。对了，这就想开点就好。其实那天也怪我多说了几句，你爸没说什么吧？你别多心了啊。你看，人家度量哥就是度量哥，那您不也是聪明姐吗？我是觉得哈，通过这事儿也给你们俩敲响一警钟，两个人过日子啊，就应该踏踏实实的，不能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头。你这样弄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，灰头土脸也不好收场啊。通过你姐和你姐夫这事儿，我觉得你们俩吧，应该把和小韩的这种事儿必须都得。我先去洗澡去了。这就不耐烦了。哎，看连续剧呢。你。就是他长。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，我就是想问你一句，你来找我的事，小韩知道吗？那我不能跟你去。我们俩之前的那些事，小韩应该跟你说过吧？啊，这些我都知道。阿姨，我觉得那时候啊，他可能年纪小，看待问题呢是有偏差的，而且你们呢，也不是他说的那样啊。你错了，我们就是那样。再说我现在也没空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另外，小韩呢，肯定已经早对我们死心了。不是阿姨，他再死心了，他也是您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您也是他妈，对不对？那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你不要相信亲情的力量有多强大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都能把他丢下。现在他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还有什么丢不下的？更何况我又不是医生，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。阿姨，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？你这么大老远来找我，我跟你说什么废话？
我准备修身养性，练练毛笔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呵，你是准备把书店搬回家去？差不多了。要考注会啊？朱快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考完了，这不是6年都已经没工作过了吗？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，还得重新再学。哎呀，好多呀，就这些吧。行，我来搬。跟你商量件事儿啊。你说。你在我们婚介所的单子，就转给我们同事了，行吗？不用。本来我对相亲这事儿就没兴趣，你不做了，正好我解脱了。别为了不可能的人耽误时间啊！哎呀，本来呢，我想等你放空一阵子再跟你谈这事儿。现在你既然说起来了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感情这事儿啊，你说了不算，没人能给答案，除了时间。所以我说，让你别耽误时间，这就是答案。我觉得你还是接着继续找吧。